你敢相信吗？当全球地缘风险不断攀升，全球军工概念股都在狂飙的时候，新加坡竟然悄悄撕开了全球万亿军工市场的缺口。很多人对新加坡的印象还停留在金融中心或者旅游胜地，但你可能不知道，新加坡不仅常年维持着东南亚最精锐的武装力量，它的背后还藏着一个正在全球疯狂收割订单的隐形军工帝国，也就是新科工程。从无人机、轮式装甲车到智能战场系统和网络安全，新加坡的防务企业正在这轮全球军工热潮里强势崛起。问题来了，美国有洛克希德马丁，中国有中航工业，欧洲有莱茵金属，那新加坡凭什么能在这些老牌军工巨头的盘子里硬生生抢下价值惊人的国际订单？今天这期视频，我们就来硬核拆解全球防务市场为什么突然爆发，新科工程凭什么成为亚洲最被低估的军工玩家？而在这个万亿赛道背后，新加坡真正图谋的到底是什么？过去很多人有一种错觉，觉得冷战结束后，世界的主旋律就是和平与发展，但现实的走向恰恰相反。你看现在的俄乌战场、中东局势，再到美中博弈，整个世界正在不可逆地重新进入大国安全竞争时代。战争风险一旦上升，最直接的结果是什么？就是各国军费的报复性暴涨。根据权威智库的数据，全球军费开支已经连续多年大幅增长，轻松突破了2万亿美元大关。欧洲国家在疯狂补齐弹药库存，日本在大幅提高防卫预算，中东国家在满世界扫货，而东南亚各国也在加紧升级海空军力量。更关键的是，传统的军工大国正面临产能瓶颈，美国的军工产能甚至出现了交付延迟，而俄罗斯的武器出口受制裁影响大幅度萎缩。这直接导致全球军工市场出现了一个巨大的供需真空期。那些不想在超级大国之间选边站的国家，急需一个技术过硬、背景相对中立的替代供应商。这意味着，军工行业已经从过去那个低调的、高度依赖国家拨款的特殊产业，彻底变成了全球最赚钱、最稳定，也最具战略价值的超级赛道。而在这场席卷全球的军工狂潮里，敏锐的新加坡精准捕捉到了这个巨大的供需真空期，看到了一个千载难逢的历史性窗口。那么问题来了，一个连战略纵深都没有的小国，为什么敢下注这么重的产业？很多人其实不理解，新加坡这么小的一块地方，为什么每年要砸大把真金白银去搞国防预算？答案非常残酷，因为新加坡没有任何战略缓冲空间。别的大国打仗，丢掉1-2个城市还能往后退，但新加坡一旦失去安全屏障，整个国家就会瞬间瘫痪。所以从建国那一天起，新加坡的生存逻辑就非常清晰，绝对不能把身家性命交到别人手里。这就是著名的毒虾战略。为了这只毒虾有足够的威慑力，新加坡不仅实行全民强制服役，更是硬生生砸出了一个完整的自主军工体系。过去大家都知道毒虾战略，但现在的新加坡早就进化成了浑身带刺的海胆，甚至是有着极强反击能力的杀人鲸。但更关键的洞察在于，新加坡高层早就看透了一点，搞军工不仅是安全底线，更是经济引擎。你仔细想一下，现代高端军工本质上是什么？它根本不是打铁造枪，而是高端芯片、人工智能、无人机集群、电子对抗和自动化制造的超级集合体。军工产业的利润率和技术壁垒，是普通制造业根本无法比拟的。造一件防弹衣和研发一套全自动的战场反导系统，背后的产业链价值天差地别。换句话说，一个国家的军工系统越强，它的精密制造和底层科技能力就越强。所以，新加坡真正想要打造的，从来不只是几条武器生产线，而是一整套能自我造血的高科技工业生态。而承载这个庞大野心的核心载体，就是我们接下来要重点拆解的新科工程。很多人可能是第一次听到新科工程这个名字，但实际上，
这家有着淡马锡背景的巨头，早就是亚洲最强悍的防务与工程集团之一。它最厉害的杀手锏，不是去拼体量规模，而是极其精准的错位竞争。新加坡非常清楚，自己不可能去跟中美俄拼隐形战机或者重型航母的数量，所以新科工程直接换了一条赛道，专攻高附加值、高科技密度的系统整合能力。举个例子，别人卖重火力大炮，新科工程卖的是指挥这门大炮的智能大脑。从美军都曾评估测试的 T-REX 轮式装甲车，到先进的无人作战平台，再到军用级的网络安全防火墙和智慧战场指挥系统，新科工程把电子战和信息化玩到了极致。比如，很多中东或者东南亚国家手里有一堆老旧的欧美坦克和苏式装甲车，直接报废太可惜，买新的又太贵。新科工程直接提供一套神级爆改方案，装上最先进的雷达、火控和无人机协同模块，硬生生把2代装备升级成了4代半的战斗力。这种极致的性价比和系统兼容能力，让国际大客户根本无法拒绝。在现代战争中，决定胜负的早就不是单纯的火力覆盖，而是谁的战场感知更敏锐，谁的 AI 决策更快，谁的无人化协同更强。这恰恰是具备极强软件和电子工程能力的新加坡最擅长的底牌。更有意思的是，新科工程把这种军工级的系统工程能力直接降维打击到了民用市场。在全球航空维修领域，新科工程的客改货技术和机身维修能力常年稳居世界第一，连波音和空客都要敬它3分。此外，城市智能交通、数字安全，到处都有他们的影子。靠着这套军民两用、卖系统不卖铁皮的打法，新科工程硬是在国际巨头的夹击下，抢下了一块极其丰厚的利润蛋糕。但你以为新加坡的野心仅仅是多卖几套系统吗？如果你只把这场军工热潮看作是卖武器赚钱，那就太小看新加坡的战略格局了。真正顶尖的国家，盯上的从来不是眼前的几笔短期订单，而是下一代科技的绝对主导权。我们回看历史就会发现，今天人类最核心的先进技术，比如互联网、GPS、民用无人机，甚至早期的人工智能，最初的孵化器几乎全都是军工项目。新加坡现在正在布的局其实非常清晰，他们是在借着全球军工装备大换代的浪潮，反向倒逼并补贴本国科技产业的全面升级。你会看到，新加坡不仅在疯狂投入 AI 军事科技和无人机蜂群技术，还在大力强化本土的半导体供应链，建设国家级的数字防御体系。他们把军工当成了尖端技术的试验田和加速器。因为新加坡的决策层很清楚，未来10年，真正值钱的不仅是军火库里的库存，而是谁能参与制定未来硬科技的标准。甚至可以说，新科工程就是新加坡国家级硬科技的超级孵化器。当全球热钱都在寻找下一个增长极的时候，新加坡通过军工订单打底，向全世界的顶尖科学家和资本释放了一个极其强烈的信号。我们不仅有充足的研发资金，还有最真实的落地场景。在这个逻辑下，军工就是技术爆发最快、容错率最高、资金最密集的超级引擎。通过新科工程这个触角，这种国家意志主导的降维打击，正在把全球最顶尖的技术和人才源源不断地虹吸到新加坡自己的科技生态里。从建国初期的挣扎求生，到如今在万亿军工牌桌上跟大国博弈，新加坡的每一次华丽转身，都写满了小国大智慧的极致谋略。新加坡真正厉害的，从来不是它的地理体量，而是它总能把地缘危机转化为产业突围的机会。那么问题来了，在未来10年的大国博弈中，你觉得亚洲会不会诞生出新的军工科技巨头？而新加坡又会不会成为全球最被低估的科技军工国家？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判断，我们一起探讨。如果你喜欢这种深度解析东南亚资讯、国际局势与全球商业趋势的内容，请务必点赞、订阅并打开小铃铛，你的支持是我们持续输出的最大动力。我们下期视频再见。